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各位一起开箱分享一下的是，在昨天投票胜出的这个 Second X 魅魔女王丽丝贝丝黑肉版本。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不陌生哦。Second X 的 Hentai Action 系列呢，就是之前出了非常多对魔人可动的那间厂商啊。那这一次所出的这个丽丝贝丝魅魔女王啊，它是由我们非常著名的本本画家阿萨纳吉老师去绘制的一个角色。故事的主题呢，就是一个魅魔女王跟手下哥布林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那么讲完了大概的背景呢，我们接着看到它这次的盒子上面呢，只有一些花纹，背面呢也是看不出太多东西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来开盒吧。那在内容物的部分啊，只会有一层稀疏的塑胶壳，里面装的就是本体啊，跟它所有的配件了。所以也是蛮少的哦。另外还有一份说明书哦，它里面呢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大概的玩法这样子。本体含配件其实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啊。黑色的袋子这里面放的是它替换用的躯干。2张替换脸，然后4个替换用的手型跟一个铁丝线的尾巴，然后还有加上它的这个地台支架，以一个台币1370块售价不含运费的产品来说啊，我相信对大部分的玩家来讲，这样的一个配件内容其实是少之又少的，它就是一个手型战士而已啊。好的，那我们整理完桌面之后，画面中呢看到的就是这次魅魔女王丽丝贝丝的一个本体啦。那我转一个360度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觉得阿萨纳吉老师画风的这样一个造型如何呢？先撇开美观性不论哦，因为我知道其实有不少朋友呢，对于这种3头犬式的造型是有一点点抗拒的，就好像没有那么美观，也不是那么自然。但单纯以还原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蛮还原阿萨纳吉老师本身的一个画风。另外啊，我自己的胃口感觉也有点被养大了。然后这一支啊，又是我特别喜欢的黑肉属性，所以我个人呢觉得还算是蛮好看的啦。那这一次的涂装啊，就包含它一些身上的阴影细节。那么在这个白色呢，它是采用这种珠光白啊，所以在灯光的照射下，大家可以看到会有特殊的这种珍珠光泽。我自己呢觉得还是蛮好看的。那搭配上它这个黑肤的效果呢，我自己觉得是很配哦。头发部分的涂装啊，就稍微普通一点，就是简单的底色加上阴影渐层的效果，但我觉得呢也还算是蛮不错的。不过啊，这一支丽丝贝丝在整个外观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对比 Vigma 来看的话，其实大家也不难发现，丽丝贝丝的身上有非常严重的这个合缝问题哦。大腿、小腿中间，然后在身体的侧面一直延伸到它这个大腿的部分，腹部呢也有这样的合缝问题。那这些合缝呢，也不是说为了可动变形机构去服务的，它单纯啊就是厂家在2个零件组装的时候所留下的一个痕迹哦。那我推测啊，这一次会有这样的一个痕迹残留，可能是因为 Second X 他们本身啊使用到的是这种比较硬的塑胶。跟 Figma 他们所使用的材质是有不太一样的，所以才会在一些工法上面啊会残留这样的合缝。但我自己觉得呢，以一个3700块的涂装完成品可动玩具来说，会留下这样的一个外观是不太优秀的一个表现哦。再加上啊，这一次丽丝贝丝这么高防御力的一个装扮，就没有办法像之前他们厂家生产的那种对魔人产品一样，至少有一些装甲之间的缝隙可以去做遮挡，所以这一次的合缝问题可以说是原形毕露啊。那这款丽丝贝丝啊，除了在视觉上非常的有冲击力之外呢，在可动上我觉得也算是蛮厉害的。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可动。头部呢是一个球头，内部的零件啊，其实跟以往的女神装置设计是差不多的，类似的可动啊都是可以完成的。肩膀可动的部分哦，它这一次是属于一个斜插入躯干的一个关节设计，所以呢，它的360度是这种斜向的。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
直装卡榫哦，跟它的手臂呢是这样的衔接方式。那么手臂平举的范围啊，其实也蛮大的。那下方的一些平转啊，跟曲肘可动啊，其实都差不多。那手腕的可动也是蛮常见的关节。再来呢，就进入到我觉得这款利斯贝斯可动异常好的一个部分啊，就是它的胸腹可动，哇！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！那我们拿出可动范围非常良好的女神装置来做一下比较，两者的关节设计其实还蛮像的，都是胸、腹、腰胯这边的3段结构。那么在骨盆的这一块结构呢，也跟女神装置类似。就是套一个零件上去的这样一个概念哦，配合上它的抬头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哇，有如战舰般向你冲来的这样一个正面视觉冲击啊，非常的厉害。大腿根部的可动，它里面呢是一个球头，所以呢，在大腿根部啊，它其实有一定的这种旋转的功能，下方呢还有一个大腿平转，两者的平转搭配上之后啊，整个平转的可动算是蛮厉害的哦，它可以这样。那么在平台的部分哦，其实也是要靠大腿根部它那个球头所带来的旋转功能哦，你必须稍微外旋一点，它才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平台可动。那么向后的部分呢，就没有太多了哦，它一样是需要靠内部这个球头去做可动哦。那再往下的话，膝关节啊，跟脚踝关节等等的，其实都差不多哦，这个我们就不多做介绍。另外，我要称赞一下这个脚尖这脚趾头哦，做的是真的，所以说这一款啊，虽然它名叫魅魔女王，看起来也没什么肌肉力量的感觉，但却意外的可以靠着自身的可动完成一些极具魄力的姿势哦，蛮帅的。老实说，像是这种飞踢下腰的动作，对于个人来说呢，这款魅魔女王算是一款蛮好上手把玩的玩具啦。但是你在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哦，毕竟它全身上下这样的漆哦，去蹭到了呢，可能就真的不是那么好看了。那么我们就先将魅魔女王放在一边啊，接着呢，我们又要来一起看一下它为数不多的配件啦。首先呢，看到的是我一直没有装上去的这个魅魔尾巴。那这样的一个铁丝呢，就让你有自由变形的一个空间啦。但我自己不是特别擅长凹这种东西哦。那下方这个尾巴尖端爱心的造型是一个看点之外啊，在涂装上没有太多的亮点。再来看到手型的部分，包含比叶手整个塑造来说呢还是不错，然后也有这个珠光漆的涂装。但是在手指跟掌心的衔接处就看起来稍微有点含糊。那再来是这种握拳的手指啊，这个造型的话呢，就还算蛮不错的。那涂装也是非常的棒啊，我特别喜欢它这次白色珠光的这个漆面，有那种高级丝绸的反光感哦。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我一直装在手上的这种四指微微弯曲的手掌，非常适合摆出这种东方不败的招牌 pose 啊，我自己觉得还是蛮适合的啦。那顺便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脸部。那脸部表情的部分哦，它是采用一般的涂装脸，所以呢，眼球的角度还是蛮限定的。其实我觉得这系列如果加入可动眼球的话，应该可玩性会大增哦。那么在涂装方面呢，其实也都还不错。那再来看到的是这个，哇，上面那个敌人真大的一个表情哦。那这个的话是有做一点腮红的哦，我觉得这个脸部表情呢就做的是非常的好看。那在口腔内部呢，也是有涂装的。那另外呢，还有这种这什么鬼的表情哦。那我觉得这也算是阿萨纳基老师的一大招牌。那它这个呢，在口腔内部也是有涂装的。另外这一款的话，也有腮红的呈现，细节上来说也是做得不错的。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它所附带的另一个可替换用的身体，这到底要怎么介绍比较好？那简单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这是一个防御力更往上追求极致的一个素体哦，它是不带任何一点多余的冗余的装甲的没错纯天然靠本身的防御力。那整体的涂装呢就也是差不多然后有做一些腮红的涂装，我觉得我手快要扭到了。那背面的部分最上面这个是插地台支架用的，最下方这个洞呢，则是给搭载这个铁丝尾巴用的。除此之外，两个的则是这个恶魔小翅膀所使用的一个卡榫母端。那么这款防御力点满的躯干造型啊，
我必须跟大家说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它算是一个可当成独立来看的配件。因为大家要知道，阿萨纳吉老师是一个非常挡靠比的画家，那包含他呢，还有像黄野一人哦。这些画家不知道为什么都有所谓的这个玩法，我自己也是不太能接受啊。那么大家简单看一下，这样他们这种的画法呢，带有很强、非常强的及时止损、跟刹车还有回头是岸的一个功效啊，跟我们这个戒毒名作变身是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大家真的理性好不好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玩法，有点可怕啊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啊就是这一次 Second X 所出的魅魔女王丽丝贝斯的一个简单开箱以及把玩心得体验分享啦。那么 Second X 这个品牌啊，虽然总是出一些非常符合我的喜好，但是又有点 too much 的角色，让我是又爱又难以拿出来把玩跟介绍之外呢，他们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哦，不应该说是我的缺点，就是特别的高价。那从整个影片啊，其实大家都知道，4个替换手型，2张替换脸跟1个替换用的躯干，还有一些地台啊，跟一些小小的配件啊，包含这个尾巴。总体来说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贫乏的配件，跟它的这个丰满的身体相比的话啦。总之呢，我并不是特别推荐，就是路过单纯被它这个外形烧到的朋友去做入手，感觉还是要有一点爱跟包容性才可以去做入手的，因为它贵，而且缺点老实说不算少。但是身为阿萨纳吉老师的粉丝跟黑肉爱好者，这只魅魔女王啊，那我自己呢是买的非常开心哦，也玩得非常开心。它应该会成为我桌边常伴的一个玩具哦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个赞或者按个订阅。那么如果你想看更多，加入会员，我会把另一个躯体的照片啊，放在会员提供的云端连结里面啊，在 YouTube 的会员啊，毕竟我们会员也没什么福利嘛，就给他们看一下，我觉得算是合情合理啦。那如果你对这只魅魔女王丽丝贝斯有什么想聊的呢？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做讨论。那么我是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